昨天在复盘的时候，我其实有在一直提醒一件事情啊，本周真正值得关注的啊，不是盘中的波动而是我们上周的高低点呢，到底会先被哪一边有效的处理如果说昨天你有看我视频分享，或者是说你有看我的直播那我在直播间有提到，昨天也是给大家去拆解小时间级别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好的结构，能够让我们在超短线的时间段里面呢去做一些进场那在小时间级别呢，昨天如果说你没有在我直播间，你可以去看一下回放那我昨天在小时间级别呢，有给大家去分享，如果是我的情况下，到底要去怎么衡量，在这上周一直延续到现在，以十字星角度拆分内部里面的结构呢，到底有多少个这个能够去做一些偏见的进场逻辑但是昨天在小时间级别呢，可以看到基本上是都没有一些比较参考性的位置，或者是说比较参考性的一些衡量，能够去在这些十字星的角度呢，去做上一些比较有利润的这个参考那在昨天也是有提到直播间也是有说我们在大时间级别呢，基本上都是看到价格行为都出现很多次插针反转信号，甚至是十字星但是我们在小时间级别呢，可以看到价格走得非常之磨人所以今天呢还是一样回顾到这个日线环境所给出的反馈呢，其实也有这个挺有意思的昨天的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在成交量有扩张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底部这里是扩张的同时，它收出了一根十字星的表现甚至你可以往细的看呢，它是把昨天的高点和低点呢做了一波上下列取从而导致有一波影线的存在那在这个昨天整体 K 线呢是拉了将近2400点2400点左右那看起来呢是我们的多军有在接管，可是问题在于价格呢，它在多军接管的同时，它并没有真正的去做推进的，那这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犹豫到底这是为了突破而做准备的，还是说它只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试探如果说我们从这个结构角度来去看的话，目前的重点其实还是很清楚那我也是反复有在强调说，不是盘中哪一段走得快，而是关键的高低点到底有没有被有效处理。那昨天的 K 线呢，它在这个量能放大的情况下呢，对我们前一天的高低点是做了一波上下列取的举动但是呢，盘中我们可以看到收盘了以后它依旧还是以十字星去作为最终的结果那这就代表说市场呢在测试这个流动性却没有给出方向的确认如果我们细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周的环境基本上不管是我们从昨天有提到的周线环境里面看到的十字星，还是说我们拆分到天图级别我们看见的这些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基本上都是卡在这个位置去做了非常多反转信号的表现那从这个价格行为来看呢，多军确实有尝试去做接管但是这种接管呢，对我来讲目前是停留在测试而不是完成昨天在直播间我也是有提到说，底部呢它一直在去创造我们的这个支撑反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会对当前的理解就是结构还在等下一步的真正回应，而不是给出真正的答案那在这种阶段来讲呢，如果是说只盯着盘中的波动很容易会来回被洗掉节奏的昨天我在这个直播间我也是有给大家分享说，15分钟以下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基本上都是来回刷来刷去，而且在15分钟以下的这个级别呢，基本上你都是要很快的去做一个快进快出的进场或者是出场那在这里呢，目前我们如果说拉到大时间级别来去衡量整体的一个 K 线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价格根本在大时间级别里面呢，它是没有明显的推进那更多的呢，我目前会去把视角拉回到这个对应的
高低点被处理以后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只有这样的情况去做等待，反而会有更多比较清晰的线索。那首先会对应到今天我需要衡量的这个高低点呢其实顾名思义也就是我们上周的低点、昨天的低点，还有我们昨天的高点，以及上周高点和上个月的高点那这几个高低点呢，目前是我一直会保持观察的那作为目前这个短线的部分呢，你们可以看到说我的多单依旧还是在持有的。目前虽然是有一点点的小浮盈整体浮盈是大概在60%左右价格也是从我这边原先进场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拉了将近是2000将近是2000点的一个利润空间那在整体现在目前呢，我也是有给大家讲在直播间也是有提到说这一个多单当时我是以中时间级别的结构来去做进场的，而且这一个呢可以理解为是一笔头仓的多单那在结构它还没有正式的去往下测，我们当时这个1月2号的上涨 FEG 呢，那这一笔头仓的多单我会选择继续观望。那我想看到的实际剧本呢，其实并不复杂。我要看一下价格它能不能够先强制上涨拉到我们上周高点，再去做进一步的测试那再来呢，最终的衡量目标呢，不管是我进的头仓不管是我进的头仓，还是说我原先在底部这里等埋伏的这2单呢，最终的衡量目标我是会放到这个周线的空白区。那这并不是说一步到位的过程而是短期里面呢，还是会回顾到刚才有给你们提到的所谓的高低点所谓的一些关键的高低点到底怎么被衡量。那我短期里面呢，我会说先观察价格它是不是能够先站稳我们昨天的高点。那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站稳的话呢，那我短期还会看从这里的高点一直延续到这里的一个位置再去做衡量。因为价格之前也是有给大家说了它并不是一直涨或者是一直跌，那中间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应该要去衡量整体结构变化，或者是说通过这些结构，我们能够拿到什么更好的线索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偏见嘛。那由于呢，我目前是持有的多单，所以整体的观察视角呢，我会以多单的思路来去解读价格行为的变化。但只要是说价格行为里面它出现的一些偏差呢，我也会如实的去面对，而不是强行的去让自己做一些本来不属于自己偏见的这些思考来去对待这个事情因为在短期视角里面呢，也有给大家提到说，在这个上周的上涨斐波衡量呢，我依旧还是没有改的你们可以看到在底部这里我依旧还是放着的。那如果是说有在用摆动低或者是用摆动高点来去衡量上涨斐波的话呢，其实你们可以自己随着你们自己的一个偏见来去衡量。那当然也有成员给我私讯问为什么我的这个低点是以这个角度来去衡量，然后我的高点是以这个角度衡量那在这里呢，我想表达的就是当时会拿这种上涨斐波衡量，是因为上周的高低点的位置我把它备注出来了。那如果说你们是直接能够衡量到高点的话，其实再把这个上涨斐波拿到上面来去做衡量的话呢，其实你不管是以这种方式，或者是以我刚才的那种方式来去做衡量呢，每个衡量点会被自己所建立的偏见，从而导致说你观察的位置，或者是说你观察的这个方向，或者甚至说你观察的一些数值、一些高低点就会被有所改变了，对吧？那如果说你们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去做衡量的话，那你可以看到说，从这个角度我们衡量低点到这里的高点，对吧？价格在这一波回调的力度呢，它是触及到了我们618和705。那通过这个角度来讲呢，价格是在这一波触及以后呢，接下来的 K 线完全没有通过一波下跌的趋势呢，把这个整段上涨 FVG 去打破的那通过这里呢，你们就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是结合上上周和上周的一个高低点位置来去衡量的话，那通过这一根红 K 的出现呢，其实基本上这个连串的反应呢都是回调受阻的啊。那如果说按照我上上周的高低点来去衡量的话呢，那其实很简单，这里的突破呢，是沿着这里有一个延续的表现嘛。那通过接下来这个 K 线呢，上周我也是有跟大家讲了，这里的开始是没有少掉我们高点的，所以短期我还是会认为说这个是回调。那我是希望价格能够去站稳原先突破的这个颈线位置呢，去做一个支撑反应，从而让价格能在底部出现连锁支撑反应以后呢，去得到一波上涨的表现不管你是以上上周还是以上周的高低点来去衡量的话，其实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说价格从整体的环境来看呢，都是卡在一波大震荡的区间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环境，比如说是这里一直延续到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价格一直都是在这里震荡的，只有短期或者是在之后的 K 线呢，它能够超出我们的震荡范围来去做表现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认为说价格它是能够去迎来一个方向的突破那么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对我来讲，价格目前都是过得很舒服因为如果说它真的是要迎来方向性的跌破，或者是往上去做上涨的话，其实应该就是要早就有一个突破，一直不断突破高点一直突破，或者是说一直有实际性的这个实体上涨，或者是这个突破我们所谓的一些摆动点的位置就能够很好去衡量整体多单的这个反应嘛。但是现在呢，价格呢，我也不会尝试在高位去做进场，我是尽可量希望说价格能够一直往底部去列举，甚至是说价格能够回到原先刚才有提到的2号的上涨 FVG， 它能够往底部填这个空白区的同时呢，少掉这里的一个低点也就是我们1月8号的这个低点那如果说底部这里会是它上涨以后没有力最后的一个跳板呢，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再去做真正的发力会来得更好因为现阶段来讲，价格是在这一波小环境里面的震荡去做突破了，所以短期来讲呢，应该是要列取更低的位置去做一个上涨那总的来讲，它本来是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反应就是这里突破了以后，对吧？那价格在接下来的回调过程当中呢，我是希望说它能够在从这里的低点到这里的高点我是希望它能够在里面内部结构的时候呢，去做一个支撑反应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去列举里面内部结构的一些摆动低点，从而让它能够再次借力的往上去走因为如果说我们通过整体环境来讲的话，这里底部其实一直都不断创造了一些支撑反应不管是你通过线图，你也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我们在这里呢出现了1次、2次、3次、4次，这些底部的连锁反应呢，都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在下方这里，所以短期如果它真的不能够通过强制的拉涨，那本来就应该是往底部这里去做一波列举，再慢慢的往上去做延续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那如果说这段分析对你有帮助的话那记得点赞搞起来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写下你对这个目前行情的一些偏见不管大家是怎么看呢，那我一样会带到这个直播间一起去做验证那这边呢我是不带单不喊单的也一直有给大家讲，我是只做这个交易教育的只谈市场语言和这个结构逻辑的如果说你想更系统化的去拆解这些结构，或者是说你发现你自己的这个操作上面反复卡在同一个位置的话，那你可以通过下方的链接或者是主页直接找到我那昨天如果是说有看我视频分享，但是你没有进来直播间一起去这个交流，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具体的直播回放把这一段行情呢自己可以重新的过一遍。